斯科特 Barbecue 据说供应全美最好的传统手撕烤全猪。我是看了纪录片《煮熟的餐桌》烧烤才知道了这家店。多年前，因为在另一部纪录片中第一次看到了手撕全猪，我才喜欢上了 barbecue 这种烹饪方式。一整头猪放进烤炉，最后用手撕扯，逐渐堆成一座肉山的感觉，我不得不说，即使是通过屏幕，也还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选择了斯科特 barbecue 的手撕全猪，作为我们全美烧烤终极之旅系列的开端。这个全美烧烤终极之旅呢，是我在美国的老哥很早以前就推荐给我的啊，但是因为现在是不能出国的，所以这次这个系列节目呢，实际上就是他来帮我完成的。他是第一次拍摄，也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所以呢，有什么到不到的，麻烦大家多多包涵啊。另外呢，就是喜欢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小伙伴们呢，麻烦帮我们多多点赞、投币、转发3连支持我们一下。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啊！为了能够拍到刚出炉的烤全猪，我老哥去了3次，也吃了3次。这家位于海明威的路边乡村小店，如果不是纪录片，也许你不管路过几次都不会注意到它。传统手撕烤全猪的砖炉密封性很差，所以工作间里初期都是烟雾缭绕的。老店可以同时烤12头全猪，烤炉全开的时候，车间里面的温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想做出合格的手撕全猪，那就是一个字：慢。2个小时的准备，14个小时的烤制，1个小时的静置加1个小时的手撕。因为太辛苦，年轻人大多放弃了传统的做法。传统做法的燃料永远只有木头，看到那个久经考验的大铁桶了吗？烧炭用的。只是在纪录片里，他还没有被摧残的这么惨。罗德尼父母在经营的海明威老店，门脸真的再普通不过了。门外卖西瓜，里边除了烤肉配餐，还卖零食饮料。路边架上几张桌椅，就是一个露天餐厅了。连味道也维持着传统，虽然这可能已经不适合现在人们的口味了。这是我刚买的一份barbecue 套餐，尝尝味道怎么样哈？哦，他们已经把料掺进去了，我想尝一口不蘸料的原味的。很嫩，不是入口即化，但是也不是很硬，味道特别好。要是能多有点肥肉就好了，咱们中国人喜欢吃肥肉，肥瘦加起来那种，老外喜欢吃瘦肉比较多。我第一次上镜头，你们凑合看啊。这里纯粹是农村，开过来的时候马路一路坎坷啊。刚才没吃够，又去买了点猪皮。现在下午快5点了，估计放了一天的事，猪皮已经硬了，咬不动了。明天早上我再来一次，看早上跟下午的有什么不一样。Barrel we use oak wood, pecan wood, all that. That's old school. No gas, no nothing, no charcoal. Yeah. All wood. How long has that barrel been there? That barrel been there a long time. I got 2 more barrels with you. I try to get as much use out of my barrel as I can. 这里是 Rodney Barbecue， 他自己在查尔斯顿开的一家店。咱这次来探探店，看看他自己做的到底有多好吃，还有跟他爸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好，待会儿他们开门，咱们里边见。Say hi, Tommy. This is my man Tommy right here. So we got the 6 here, and then we have our J&R smoker and our offset old hickory next to it. The old hickory over there, we do the brisket in. Yeah. And the J&R, we do turkey and wings. That's the red box. Okay. Oh, that's where the whole hog goes. Yeah, so we either put a whole pig on here, or we'll fill the whole pit up with ribs or chicken, or ribs and chicken. Pit masters, Stacy and Tommy. Yep. Say hi, guys. What's up? Hey. What's your brother's name? Ray. Ray? Like Ray? R-A-Y, Ray. Okay. Yeah. My last name is R-A-Y-S-O-R, Razor. Razor, okay. Yeah. Hey, Ray.
因为去的时间不合适，当天销售的烤猪已经全部做完送到前台了。但是为了让我老哥能够拍到更多的素材，2位烧烤师傅专门加烤了一头，给我们展示了烤全猪的全部准备过程。150斤左右的成年猪要先去头和去前蹄，为了入味和方便温度的渗透，后腿、大腿呢要用刀切开，而前腿和肋骨的位置要在肩胛骨那里用电锯也锯开一个十字。挂土体用的后蹄最后也是要切掉的。看到烤炉上的铁丝网了吗？那个是后边用来翻转烤猪用的。烤猪的大部分时间猪皮都是朝上的，余烬的温度呢会慢慢渗透进全猪的每一个细小的缝隙。Now with this, we don't fire it the same we do chicken or ribs when it's on the pit. We only fire the shoulders and the hams, and then that indirect heat from everywhere else will cook the middle of the pig. Okay. Yep.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skin? Throw it away. Throw it away. Yeah, just there's really not much that we can do with it. Really? Yeah, I mean, we wouldn't be able to produce enough skins to sell the skins on the line. You don't and fry it's just the way it comes out. It just It's kind of like hard, yeah, right? it's really hard, very greasy. Okay. So even if we tried to fry it, it's like you probably have to wash it off first. Oh wow. 查尔斯顿店是用壁炉来烧炭的，上部点燃的硬木燃烧后会落到下面的积碳区，之后就是很多烧烤大师的经典镜头了。像汤米说的，炭只需要摆在猪的前腿和后腿的下边，而猪脯肉完全是由空气加热成熟的。250华出度的烤炉温度由炭的使用量来控制，而这取决于烧烤师傅的经验。盖上烤炉盖，准备工作才算完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漫长的等待。What got you started? I moved down here. You moved down And here? I came in and asked if they were hiring, and they said, yeah. I started in front of the house. Yeah. COVID hit. We stayed open, and I moved from the front of the house to the kitchen, and Yeah. then made my way back here. 我旁边这些人吃的全都是肋骨、猪大排。待会儿我走的时候也叫一份，尝尝是什么味儿。哇，这烤全猪烤的好，一点儿也不干，一点儿也不柴，就是全瘦的这个肉一点儿也不柴。Rodney 自己做的这个蘸酱，不过根本用不上。这个肉它已经烤的时候就用那个用那拖把给刷上酱，已经味道十足了。不好意思去比较，但是这个确实比它原来那个地方做的要好吃好多。我又回来了，这份是猪肋排。哇，第一口下去就能感觉到是烟熏出来的，烟熏味特别浓。这个口感跟刚才那个烤全猪完全不一样。哇，而且汁水特别浓，强烈推荐，强烈推荐。这几块骨头可能得带回家继续烤。这是我第一次探店，第二次了吧不算，但是是同一家，也是咱们这次终极 barbecue 之旅的开始。以后的一段日子我会去探那些美国的那些名店，就是咱们在那些有名的那些电视节目上看到的那些店，
一个一个都去给它吃一遍，然后到后厨去取经，一定记着一键3连啊！还有，如果有小伙伴想一起去做这次终极 BBQ 之旅的话，私信我，说不定咱们可以一起去。那么，因为我老哥呢，他确实是第一次拍摄啊，有很多镜头实际上是没拍到，然后有一些素材也缺失了啊，所以呢，我就用了纪录片里的一些镜头去补我们这个视频。那么后边呢，我们也会去尽量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拍摄水平啊，我相信我老哥肯定会越拍越好的。那么行吧，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期节目啊，如果你喜欢的，记得帮我投币、点赞、转发3连支持我一下。那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剁椒的烟熏牛排。Lucky, lucky, lucky me.